我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小泼妇，上房揭瓦，粪坑点炮，都是我看家的手艺。怎奈我找了个肤白貌美、有修养的老公，寡言少语、没脾气的公婆，这日子一天天过得十分寡淡。直到我们去亲戚家做客，当着我们面把婆婆使唤成保姆。我问老公，我能发疯吗？他回，如果可以，请尽快。很好，属于我的战场终于来了。打小起，我就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小泼妇。虽然是个女孩，但上房揭瓦、粪坑点炮，我比街上的二流子还熟练。我妈一度为我愁白了头，说像我这样的，哪个男孩敢要我呀？我很奇怪，就非得有一个人要我吗？没人要我就会立刻死掉吗？我妈说我还小，不懂，但我长大了，仍然不懂。碰到我老公，纯属是个意外。在某天的周末，夜跑的我徒手掀翻2个小流氓，转过头就看到一个白净的帅哥盯着我的双眼闪闪发光。他说，你好特别，我可以追你吗？我问他，你怕死吗？他点头又摇头。路灯下白净的脸上泛起红晕，如果是死在你怀里，我甘之如饴。好家伙，你还挺会。交往3年后，我们顺利结婚。他脾气好，身材好，感情专一，待人真诚，家里条件也不错，家底殷实，父母踏实，一家子都是温润有礼的人。我妈对此十分满意。结婚当天，我妈拉着我的手叮嘱，你的暴脾气记得收一收，这一家子都是软乎性子，捆一起都不是你的对手，你可不能欺负人家。我问我妈，要是人家欺负我呢？我妈斩钉截铁，干他丫的。这话没收音，一屋子的人都听到了。片刻寂静后，未来公婆满脸惊喜，拼命点头。老公方哲脸上泛红，含羞带怯，你们一家是不是有什么受虐倾向的大病？婚后走了一趟亲戚，我才懂什么受虐倾向，他们那是在看救星。一大早，大伯和大伯母热情邀请我们进门，还没落座，就听大伯母使唤婆婆，宴回，菜都买好了，在厨房放着呢。好的，我这就去做。婆婆转头进了厨房，我心里纳闷极了，这到底是在谁家？大伯一家邀请我们做客，怎么让我婆婆掌勺？老公站起来说，妈，你别忙了，咱们出去吃。大伯母随意开口，方哲，你别叫她了，你妈喜欢做饭。宴回，你说是不是呀？婆婆低着头，讪笑着回答，是呢，我喜欢。她娴熟地系上围裙，开始忙碌。而大伯和大伯母2人坐在沙发上，翘起2郎腿，嘴里还嗑着瓜子，一边吐壳一边教育我老公，方哲啊，你年轻不懂事，不知道当年你家穷得揭不开锅，是我们俩给你家送了5斤大米，才让你们没被饿死。你妈这是觉得心里有愧，才主动做饭呢。你要是拦住她，这不是打你妈的脸吗？说着，大伯母又扬声叫，抽空出来把地扫一下，都脏了。婆婆摇摇应声，又手忙脚乱地出来扫地。我压低了声音跟老公咬耳朵，5斤大米是什么意思？老公说出来的话带着点火气，小时候家里穷，受过他们家接济，那你们后来还了吗？还了，1个月后我们还了10斤回去。哦，还是加倍偿还啊。我瞅了一眼低头沉默的公公，还有肆意畅笑的大伯，心里寻思，恐怕还回去的不只是大米，还有公婆一家的脊梁骨啊。12点，一桌子饭菜做好了，一群人落座，可我婆婆仍然没出厨房。别管她，大伯母说她喜欢把东西都收拾好再吃饭，咱们先吃。老公僵硬地坐着，没伸手，公公低头陪着笑脸，也没伸手。大伯脸色变冷了，怎么，二弟，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呀？公公嘴笨，想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还不饿呢，再等等宴回吧。大伯母翻着白眼阴阳怪气，弟妹啊，别收拾了，你要是不出来，一桌子人都甭想吃饭呢。婆婆有些慌张，急忙回应，快了快了，小哲，你们先吃，别让冉冉饿到了。大伯母挑眉看我老公，听到没？我请不动你妈，你要是再不动筷，让你大伯陪着你挨饿呗。老公红了眼，但是说不出一句话，拿筷子的手都捏白了。我算是看懂了，简单来说就是寡言的爸，窝囊的妈，吵不过的方哲和奇葩。也许他曾经为了妈妈反抗过，但没有捞到好果子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眼下的这种局面。我问他，介意我发个疯吗？老公回，如果可以，请尽快。我抬手就把桌子掀了，吃，就知道吃，天塌下来都堵不上你的嘴，这么急着往嘴里塞，生怕晚一步蹭不上席。我使了巧劲儿，一桌子饭菜掠过旁人，全掀到大伯的身上。大伯瞬间被砸懵，一身的汤汤水水，狼狈不堪。我转头又抓住大伯母的衣领子，左右开弓山大耳瓜子。封建社会早亡了，使唤人这么利索，你当你家地主呢？扇爽了后，又拉住他往大伯身上一推。市场上的大厨1小时2000，我妈干了1个半小时，3000块，赶紧转账。大伯母没料到窝囊的一家人里出了一个犟种，半天才组织好语言。宋冉冉，你疯了，我要报警。方哲，你就看着你老婆在我家发疯。老公后退一步，低头委屈，你知道的，我根本打不过她。我瞄了他一眼，哪里有委屈，全是憋笑。我俯身掰掉餐桌的一条桌子腿，掂在手里上下晃动。你报警吧，你俩身上的伤连轻微伤都算不上，我几天就出来了。我这人可热情了，我喜欢你们家，出来后天天来你家。咋，兜里没钱是吧？也行呢，我转悠着查看屋里的家具，用东西抵债也可以。
你放心，我手里有准头，绝不多砸。说完，我挥起棍子，一棍砸碎推拉门，二手半旧推拉门，一牵，又进厨房把他们家所有锅碗瓢盆砸个稀巴烂。二手餐具打包架一牵，最后瞄准一个飞抛，灯具应声而灭，掉下来砸在茶几上，连灯带茶几一起摔得稀碎。10年前的破灯具和茶几，我吃点亏，也算你一牵。砸完收工，老公拉着我的手来了一句，手都红了，不点医药费？好主意。我回头又踹了2花瓶，抵医药费够了。大伯已经气到说不出话来，真的想报警，可是看那砸东西的利落样子，比街上的流氓混混还熟练。万一报警后他天天蹲门口，他们还怎么生活？滚！大伯铁青着脸，憋了半晌就憋出这一个字。我拍拍手，招呼婆婆出门。行吧，这次就先这样，下回还有做饭的活，记得叫我，我给你打8折。大伯家真不讲究，家里乱成这样还招待亲戚呢，都没地方下脚。老公跟在我身后道歉，委屈你了冉冉。刚喘回气儿的大伯又被气得差点撅过去，他把我家砸了稀烂，他还委屈？就他最不委屈。大伯浑身颤抖，都滚！只要有我在一天，你们一家就休想再登我家门。我停下脚步，回过身，直勾勾盯着大伯。他下意识地倒退一步，你还想做什么？我不语，只是抬脚又跨进他家，进去，出来，再进去，再出来，如此反复几次。我问，你怎么还活着呢？命挺硬呢。从那天开始，连着大半年，大伯一家消停了很多，婆婆肉眼可见的轻松，公公笑容也多了几分，只有我清闲大半年，还有点想他们呢。方哲跟我道歉，我家的这种情况说白了就是一团泥潭，我就这么把你拉进来，挺对不起你的。我正无聊呢，更听不得这话，我可太喜欢撕奇葩的日子了，放在别人身上可能是龙潭虎穴，放在我这儿就是我肆意发挥的主场。转眼即将开春，斟酌3年的拆迁计划终于下来了。婆婆现在居住的那套80平老破小，刚好在拆迁范围内，按照面积算，补偿款接近1000万。拆迁计划发布的第2天，久违的大伯一家出现了。这次来的是他家大儿子，那个传说中去国外留学的高材生，方家这一代最有出息的方圆。他久居国外，这趟是专门为了结婚回国，正巧就碰上我婆婆家拆迁，不过来讹一笔钱，不符合他们家风格。方圆带着2个人西装革履的上门了，进门不打招呼，不吭声，只是环顾一下房内装潢后，冷声开口，给你们3天时间搬走。公公婆婆直接就愣住了，猜到了你可能来要钱，没想到你是要全占。公公开口，方圆啊，这里是我家，你为什么让我们搬走呢？方圆不屑的冷哼，二叔年纪大了，脑子也不好使了吗？这里的房子一开始是分给我家的，是你们死皮赖脸的硬要过去，这本来就是我家的房子，拆迁款自然也全是我们家的。婆婆气得浑身颤抖，什么我死皮赖脸的硬要？当年分给我家的是120平的大房子，是你爸妈说你家人多，非要跟我换的。你如今又来倒打一耙，我扶额。婆婆进步了，但不多，这个时候还拽什么成语啊？倒地不起秒杀一切好吗？方圆一拍手，你也承认了，当初是换房才导致你们住在这儿，我们家也不占你们便宜，再把房子换回去就行了呗。我看着心里着急，这种情况，这种纠纷，在这里对喷毫无意义，但吵架对公婆来说已经是极限。关键时刻，我推了老公一把，方哲上前拉扯，大堂哥你不能这样，这里是我家呀。方圆本能就要甩开人，那么一刹那，我眼疾手快，一把拽住婆婆，往前一推，方圆甩人的手就那么轻飘飘地落在婆婆的肩膀上。婆婆愣了2秒，福至心灵，当即倒在地上哎呦起来。我猛掐自己大腿，泪流满面地扑到婆婆身上。妈，你怎么了？妈，你别吓我。什么？腿摔断了？我这就叫救护车。天杀的，侄子居然对我的老母亲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儿哦！还是海龟呢？乌龟的龟吗？我一边哭一边骂，一边掏出手机打电话，110、120都来一遍，再指挥方哲拽住方圆不准走。至于跟着方圆来的那2人，他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啊？在婆婆倒地的那一瞬间，脚底抹油就溜了。孤立无援的方圆被警察带走，没有我们的谅解书，他至少要在里面待个5天，我也就有时间安排婆婆先来个全套大体检，再安排一个单人间，花销全部方圆买单。没听说过吗？普通人家底被掏空最快的途径，就是一时心软扶老人过马路，不把这个词碰牢了，我就对不起从小打下的威名。病房里抽血的护士一走，婆婆再也憋不住，扶着腿大笑，笑着笑着又哭起来。被他们欺负了半辈子，到如今终于能反咬一口了。我笑眯眯地问她，爽不爽？爽。想不想更爽？想。我给她打预防针，再做下去恐怕要损害点亲戚间的风评了。婆婆长叹一口气，以前我总在乎别人的评价，怕人说小心眼，怕人说忘恩负义，所以由着别人在我身上占尽便宜。冉冉，我现在想好了，就算别人骂我又怎么样？挨2句骂又不会掉肉，我的孩子得到实惠才是真的。公公也开口，我们俩被欺负了一辈子，不能让你跟方哲也受欺负，大胆的做，骂名我背着。从医院出来，我和方哲转道去了公安局。方圆作为亲戚口中的天之骄子，这还是第一次进公安局，还被关了大半天。一见到我，
火气腾的就上来了。宋冉冉，你个泼妇，你居然设圈套，你们这是碰瓷知道吗？等我出去了，要你好看。方哲挡在我身前，嘴巴放干净点。我没生气，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安静听方圆的咒骂。等他骂累了，我才抬起手机给方圆拍几张拘留照，放到亲友群里。亲友群瞬间就炸了。方圆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居然进了公安局，还被拘留了，难道他犯事了？不出10分钟，大伯母的电话就打来了，接通就是冲破天际的尖叫：宋冉冉，你把我儿子怎么了？这个骂得更脏。等两边都消停了，我才缓缓开口：大伯母，那套房子在我公婆名下，现在我婆婆受了伤，我可以告方圆入室行凶。这话是诈他的，我婆婆没受伤，方圆也没真的动手，入室行凶远远算不上。但是大伯母不在场，她不清楚情况，临时吓唬她够用了。一想到儿子即将有案底，大伯母不淡定了，也不敢骂了，人瞬间就老实了。那房子我们不要了，你赶紧把我儿子放了，都是亲戚，大家不要闹得太僵，你说是不是？呵呵，抢房子的时候不讲情面，留案底了又来攀交情。论不要脸这方面，我还真是拍马不及。方圆闻言着急了，冲着电话就吼：妈，你别听他胡扯，那套房子拆迁后有1000万呢，必须要，行吧？我对方圆说，那你就先在这里待几天，看我能不能告你一个入室行凶罪。方圆面色一僵，他知道自己肯定不是，但是在公安局里被拘留几天，他也不愿意。电话另一头的大伯母跟炸了毛的母鸡一样连声说：别，冉冉啊，你想怎么样我们都听你的，你堂哥没待过那种地方，赶紧把他弄出来吧。早这么说不就得了？我让方哲把房产证拿出来，房子换回来也不是不行，但是你们那套没在拆迁范围，算下来我们吃大亏了，另外补偿我们300万就换。方圆没料到我会这么说，如果换作是他是肯定不会换房的。第一反应他觉得有诈，我耸肩，房子又不是我的，我做点资金周转很反常吗？补偿的300万我要现钱，你得单独打到我的账户上。方圆一脸的原来如此，拿你公婆的房子换钱给自己，我还真是把你想伟大了。宋冉冉，你砸我们家房子就是为了取得你公婆的信任吧？论压榨，谁能有你狠？他扭头看方哲，这么明白的算计你爸妈，你同意？方哲低下头，一副没脾气的样子。我都听老婆的。方圆对此十分不屑，骂了一句：跟你爹一个样，3棍子打不出个屁来。我懒得跟他废话，爱换就换，不换就滚。要不是我急用钱，我能便宜你？等拆迁款一到账，我有的是办法做资金周转。方圆，换怎么不换？等我们拿到钱，而你公婆只有一套老旧房子，我看你怎么跟他们解释。谅解书签好。方圆再三警告我，你说话要算数，钱到账立刻办过户。我点头，1个月300万，我说话算话。方圆头也不回的走了。刚到门口，一个穿着白色风衣、长相文静的女孩来接他，他很不耐烦，敷衍几句后转身而去，只留下那个女孩在原地伤心。我看得稀奇，问方哲：这女孩你认识吗？方圆的结婚对象，他这次回来就是要结婚的。原本他不愿意回来，是听到拆迁的风声后，才不情不愿地订了机票。我听得啧舌，不喜欢人家还要娶人家，图什么呢？方哲解释，那女孩家境不错，以前算是他高攀，但拆迁的事情一出，他没便宜可占，就不怎么愿意了。我们出了公安局，开车往医院走，刚转个弯，就看到方圆此时正站在路口，搂着一个身材窈窕的卷发女亲的火热。我惊呆了，这又是什么情况？方圆好不容易回国一次，这行程排得够密的呀。不过那卷发女孩好像有点眼熟，我悄悄拍下照片发给闺蜜：姐妹，这个女孩你认识不？闺蜜秒回：我家市场部的小芳啊，你见过一次。我心思一动，又发去方圆的照片。这个人呢，他名字叫方圆。闺蜜，这个名字太特殊了，我记得我家劳务派遣到机场做地勤的员工。怎么了？你认识？我心里接连3个大卧槽，什么留学高材生，什么久居国外，什么这一辈方家最有出息的人，都是他瞎编的。我一时吃瓜到飞起，忙让闺蜜把她的认知资料都发来，然后提醒她1个月内注意一下这2人的资金动向。大伯一家的家境一般，再加上一个出国留学的儿子不断掏钱，家底所剩无几，让他们1个月凑300万，简直是天方夜谭。没出3天，亲友群里就看到大伯四处筹钱了。我儿子有个好项目，十分可观，都是实在亲戚才带的，有想法的赶紧来哈，位置不多，低于10万的就不要来找我了。很拙劣的圈钱手段，但是有出国留学高材生这一圈光环在，信任的人还是有的。不多时，就有10几个人出来冒泡，要跟着方圆发大财。我没提醒，关掉亲友群，专心等闺蜜的消息。10天后，闺蜜给我发来消息，方圆一切正常，不过小芳套走了一笔刚刚回款的300万现金。不对劲啊，亲友团那么响应，居然1分钱都没筹到吗？不然他怎么会指使自己对象去冒险挪用公款，还刚好挪了我要的全额？按下心中的疑惑，我跟闺蜜说，别急着追款项，我给你兜底，再陪他们玩一玩。闺蜜嬉笑，咱俩谁跟谁，记得跟我随时转述细节，别耽误我吃瓜。没问题。半小时不到，方圆的电话就急吼吼地打过来了，钱凑齐了，赶紧过来办手续。我带着公婆赶到房管局，先亲眼看到他给我账户打入300万，
并备注无偿赠与，便示意公公过户。婆婆在一边忐忑地跟我聊天：冉冉，你说的是真的吗？这套大的也能拆？我安抚她，当然是真的，这套面积大，等拆的时候赔的更多。那方圆怎么还给你补钱？妈，你放心，他是还我之前借的钱呢，跟房子无关。寥寥几句话全部落入方圆的耳朵里，他签字的档口还不忘回头嘲讽：蠢货！我冲他笑了笑，别急啊，谁是蠢货？现在说还早呢。房产过户完成后，方圆趾高气扬地出了门，距离拆迁款下发还有1个多月，但我转天就看到方圆开上了跑车。我懂了，对象挪用的公款打给了我，亲友团的资金去买跑车。这一圈下来，方圆一分没掏，提前过上暴发户的生活。车上还坐着一个美女，不是小芳，也不是她的结婚对象。我乐了，拍下照片一键传给闺蜜，闺蜜那边惊讶出声：方圆太不是东西了吧？小芳冒着违法给他挪公账，他转头就把人踹了。可怜小芳现在还不知道呢，一天天上班的时候小脸煞白，吓都要吓死了。我无语，恋爱脑要不得，男人说2句好话就什么都敢干。等拆迁款下来，你直接把照片发给小芳。闺蜜兴奋了，好好好，我喜欢。兴奋过后，闺蜜犹豫开口：不过你绕这么大一圈子，算起来你们还是亏的。拆迁款1000万呢，换过来120平的老房子，市场价不到300万，你们血亏。我心里乐开了，觉得我吃亏的人肯定没有看拆迁规划图。这一波拆迁是要建高铁站，换来的房子与高铁站仅一条窄路之隔，必然也会拆，不过时间不是同一批罢了。听到解释的闺蜜沉默片刻，感叹道：你这脑子真好使啊，谁说你只会暴力的？你脑子比你武力还好使呢。1个多月后，拆迁款在方圆一家翘首以盼中终于发下来了。方圆开始正大光明的在亲友群里晒跑车，跟着我投资肯定发财呢。你们看，我车都提了。有人催问，既然你跑车都开上了，什么时候给我们分红呢？方圆不耐烦地说：着什么急，你们才头几天，我们家拆迁款刚刚下来，你还能担心我拿了你们的钱吗？这话一出，众人都沉默了。1000万那可是巨款，跟这个钱比起来，他们投资的那10几万不过是毛毛雨罢了。不着急，不着急，亲友团不着急，有人着急。小芳都要急疯了，公司法务部的人直接贴脸开大，从挪用公款计时开始到归还日期结束，超过3个月就可以判刑。你现在只剩下5天。接着就是闺蜜晒图暴击，这是你男朋友吗？小芳哭得满脸是泪，连连点头，是的，就是他让我挪钱的。闺蜜遗憾地摇头，可惜他现在的女朋友不是你。为了不坐牢，小芳你要努力哦。小芳看到合照，人都傻了，算算时间，等于是他前脚套钱，后脚方圆就劈腿。不对，也可能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方圆就劈腿了，让他出来套公款，就是让他当弃子，当替罪羊。想通这一层，外加打不通方圆电话的那一刻，小芳直接就愤怒了。当天晚上杀到方圆一家临时居住的出租屋，死渣男，赶紧还钱，不然老娘拉着你同归于尽。方圆原本不想搭理他，拖几天又不会死，着什么急？但逼急的小芳直接在门口破口大骂，叫声吸引了左邻右舍探头围观。方圆，我给你3分钟，再不出来，我就把你所谓的海归留学生的事儿抖落干净，大家谁都别想好过。听到这话的方圆用最快的速度冲出来，别喊了，不就是300万吗？我这就给你。小芳冷哼，不是300万，是600万。方圆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疯了吧？借300还600，你当是高利贷呢？小芳唇舌反击，你以为公款是那么好用的？公司说了，不双倍赔偿就不撤诉，300万的公款够我们俩在监狱里待5年，要钱还是要自由，你自己看着办。你要是敢扔下我跑，我肯定咬定你，到时候你就从海归留学生变成逃犯。方圆犹豫了，300万他可以拿，但600万赔偿款的1大半就这么没了，钱还没捂热乎就飞了，可是不还就要坐牢，等5年之后出来，谁还会看得起他？拆迁款还能剩下几毛钱？大伯母听到动静出来询问，你这个小姑娘喊什么呢？我们家方圆在国外留学能有什么事儿？小芳看方圆仍然在纠结的样子，扬声开口道，你还不知道吧？方圆根本就没。行了，我给。方圆怒吼一声，打断小芳的话，这波灾他认了，但他不能花了钱还要丢人。我留学的事儿，你给我把嘴闭牢了。他压低声音警告小芳，小芳不屑，那点破事他才懒得嚷嚷呢。经历了被渣男劈腿加利用，现在的小芳不想跟方圆扯上任何关系，只想拿钱就走。方圆内心吐着血，给小芳打款。不知内情的大伯母还在一边询问，你说话呀，我们方圆在国外怎么了？小芳看了一眼钱款到账的通知，开口道，没什么，方圆在国外也是一个大傻逼。撂下这句话，小芳扭头就走，死渣男，滚一边去吧。小芳卡着最后期限给公司补款300万，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然后她就提了辞职，订了机票，换个城市后杳无音讯。闺蜜吸着气感叹，谁说恋爱脑的女生都是蠢货的？她可太精了。她料定方圆不敢来公司核实钱款明细，握着信息差从渣男手里咬出来一大笔钱。我在心里默默给小芳竖起大拇指，高，实在是高。感叹完后，我反手就把方圆在机场当地勤的资料发到亲友群，亲友群瞬间炸了。之前冲着方圆是海归留学生而投资的亲友
反应尤其激烈。什么？方圆居然在机场当地勤，还是个外包？现在机场地勤的学历要求这么高了吗？仔细看看简历啊，什么海外留学生，就是个大专毕业生，这些年不知道给自己贴了多少金。好好当大专毕业生不好吗？非要冒充海归，海归不海归的事情先放一放。方圆，赶紧还钱！方圆，还钱！方圆，还钱！亲友群的动静很快就被大伯和大伯母发现，他俩不关心钱的事儿，毕竟之前的钱进的是他们的口袋，如今再掏出去就是了。让他俩震惊的只有方圆假海归的事情。时至半夜，方圆家灯火通明，大伯一双眼瞪得通红。你再说一遍，你留学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一辈子的骄傲就是出了这么一个海归，这些年他瞧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在亲戚朋友面前做足了姿态，不就是因为儿子争气吗？如今他骄傲的东西居然是假的，不敢接受，不能接受。方圆跪在地上，涨红了脸，爸，你也不想想，哪有好大学会接收我呀？你当海外的大学都是傻子吗？所以你就骗我。方圆嗫嚅一下，这也不能全怪我，当年是你说的，嫌我丢脸要把我赶出家门，我要是不编个身份出来，你们还怎么给我生活费啊？这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也不能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吧？一番不要脸的话说出来，大伯被气得白眼一翻，晕过去了。第二天，一大群人赶到医院，不是为了看望病人，而是为了要钱，要被方圆骗走的钱。大伯母气得在病房破口大骂，一群糟瘟的，眼里只有钱。我家人病倒了看不见吗？过来一趟不带点东西看望就算了，张口闭口就是钱，都滚！来人就回了，到底谁的眼里只有钱？我们只是要回被骗的钱而已，跟你们骗钱相比，还是你们更不要脸一些。赶紧的把钱还了，大家以后还是亲戚，不然我们就报警了。大伯母还沉浸在身为拆迁户的氛围中，这点小钱他还不看在眼里，当即就催方圆赶紧给他们，让他们滚。方圆浑身都僵硬了，1000万的赔偿款他已经还给小芳600万，跟亲友团筹集到的200万已经被他买车和泡妞挥霍光了。如果再把亲友团的这200万还掉，那拆迁款就只剩下区200万。200万呀，连当初的老破小都买不起了。如今老房子已经动拆，新房子还没买，就用这200万，他们以后要租房子住吗？来人催促他赶紧还钱啊！你不会把钱花光了吧？大伯母当即发怒，呸！一群穷鬼！我们家可是拆迁户，那是能轻易花光的。方圆，赶紧给钱！方圆咬着牙，僵硬着手，一家一家挨个还钱。还完之后，他看着余额里的200万，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开口。行了，都别生气了。大伯母安慰大伯，既然事实如此，我们也别追究方圆了。反正现在我们手上有钱，方圆的对象家过得也不错。等我们把婚事一办，照样是家里排得上号的好人家。老头子，你赶紧把身体养好，好给方圆操办婚事。方圆当即眼前一亮，对呀，他可还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呢，用这200万，再让未婚妻那边添上一半，照样可以买新房。至于父母住哪儿，他们年纪大了，住哪里都一样。方圆买上几样礼物，开着跑车，神气十足的来到未婚妻家里，连门都没进去，就被人连礼物带人扔了出去。你当我们家好惹的吗？跟我女儿有婚约，还出去勾三搭四，你回来不到半年，劈腿都劈了3个，婚事作罢，再敢出现在我女儿面前，我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打骂一通后，未婚妻家里还觉得不解气，就把这些天收集到的方圆跟其他女人的合照一股脑的发到当地帖子上，还自费给帖子投流。网络传得多快啊，不出3天，方圆脚踏好多船的事情就被传遍了。有好事的人又把他冒充海归留学生的事情补充上去，一时间热度更高了。等方圆爸妈知道这事的时候，正好是大伯出院的日子，还没走出医院，就有人贴心的给他发来帖子链接。大伯和大伯母2人蹲在医院门口看帖子，气到七窍生烟。这边刚看完，那边有人提醒他，你们儿子谎话连篇，你们最好赶紧查一查拆迁款，这些天被他霍霍了多少。像他这样的人，要说是一分没花，我是不信的。这提醒让大伯2人脊背发寒，他们赶紧登录上手机银行，却查出了一个让他们心碎的数字：200万，连家都买不起了。刚出院的大伯原地摇晃了2下，再度昏厥。这一昏更严重，人直接进了 ICU。大伯母急得不行，赶紧给方圆打电话，你快回来，你爸快不行了。在外面的方圆愣了一下，人进了 ICU， 那得花多少钱？他想了想，一咬牙，把剩余的200万全取了出来，开着车直奔外地。等大伯母联系不上方圆的时候，再去查余额，人都傻了，这下子连医药费都快交不起了。大伯母连夜跑到我家，撒泼打滚的要求我公婆再把房子还给他，还真是他的风格，开口不借钱，而是全要。我拎出棍子客气地问他，是自己走还是120来啦？大伯母知道我真敢下手，拍拍屁股走了。1周后我才知道后续消息，大伯母用他们仅有的存款给大伯交医药费，同时经过7天的抓捕，终于把方圆抓回来了，是大伯母亲自报的警。不幸中的万幸，
钱被方圆挥霍了一些，还剩下100万出头，外加那辆跑车，二手折价卖出去，凑了一些钱。这些钱全被大伯母捏在手里，一部分给大伯治疗，一部分寻摸了一个小房，买下来安了家。至于方圆，出来后彻底成了二流子，招猫逗狗，啃老耍赖，已经登上亲友团的黑名单了。1年后，市政的2期拆迁计划下来，换来的大房子赔了将近1500万。我不知道大伯母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如何，她已经很久不敢出现在我面前了。2期拆迁公告贴在小区门口的那天，婆婆燕回攥着我的手，指节都在发抖。她盯着公告上那串熟悉的门牌号，反复看了3遍，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冉冉，真的是我们那套。我拍了拍她的手背，笑着点头，妈，是真的。120平，按最新的补偿标准，算下来差不多1500万。公公在旁边看着，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男人，嘴唇哆嗦着，半天憋出一句：这下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方哲从身后搂住我的腰，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声音里带着庆幸，幸好当初听你的，不然现在哭的就是我们了。婆婆太开心了，一辈子没这么扬眉吐气过。她掏出手机，拍了张我们一家人的合照，配文苦尽甘来，一家人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福气，发了个朋友圈。我当时没拦着她，我以为经过上次方圆的事情，那些亲戚多少该有点自知之明。我错了，人性的贪婪远比我想象的更没有底线。朋友圈发出去不到3个小时，我们家的门铃就被按响了。开门的瞬间，一股浓重的烟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门口站着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头，身后跟着乌泱泱一群人，老老少少加起来有10几个，把楼道堵得水泄不通。为首的老头拄着一根拐杖，敲了敲我家的门框，嗓门洪亮：“二侄媳妇，我是你三爷爷，听说你们家拆迁了。”我愣了一下，三爷爷，我嫁进方家3年，从来没听过这号人物。婆婆从厨房探出头，看到来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三叔，您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三爷爷拐杖一跺，理直气壮地说：“这老房子是我们方家的祖产，当年分家的时候，本来就该有我们大房一份。现在拆迁赔了1500万，你们想独吞，门都没有。”他身后的人立刻跟着起哄：“就是祖产就该全族平分，我们也是方家的后人，凭什么你们一家拿这么多钱？今天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我抱着胳膊靠在门框上，冷冷地看着他们。三爷爷是吧？我是宋冉冉，方哲的老婆。您说这房子是祖产，有证据吗？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公公的名字，当年分家的协议也写得清清楚楚。这套房子归我公公所有。协议？什么协议？我怎么不知道？三爷爷眼睛一瞪，耍起了无赖。那是你们私下写的，不算数。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该大家分。一个穿着花衬衫的中年男人挤上前，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宋冉冉，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你一个外姓人，嫁到我们方家才几天，就敢管我们方家的家事了？”我还没开口，婆婆突然从厨房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她是我儿媳妇，这个家她说了算。我惊讶地看向婆婆，这要是放在1年前，她早就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了。现在她站在我身边，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没有一丝怯懦。三叔，当年分家的时候，您明明在场，还在协议上签了字。那时候您说您在城里有工作，不稀罕农村的破房子。现在看到拆迁款了，又回来抢。三爷爷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梗着脖子说：“我那是客气，谁知道这破房子能拆这么多钱？再说了，当年你们家穷得揭不开锅，还是我给你们送了半袋红薯，不然你们早就饿死了。现在你们发达了，就想忘恩负义。半袋红薯。”婆婆冷笑一声：“当年您给我们半袋红薯，转头就借走了我陪嫁的银镯子，至今没还。后来方哲上学交不起学费，我们去求您，您把我们赶出门，说我们是穷鬼，别连累您。这些事您都忘了。”三爷爷被对得说不出话，干脆往地上一坐，拍着大腿哭嚎起来：“没天理啊，晚辈欺负长辈啊，赚了钱就不认祖宗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算了。”他这一哭，身后的人立刻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指责我们不孝。二弟，你怎么能这么对三叔？他可是你长辈，不就是几个钱吗？至于这么绝情吗？赶紧把钱拿出来分了，不然我们就去居委会告你们。方哲上前一步，挡在我和婆婆身前，脸色冰冷：“该我们的1分都不会少给，不该我们的1分都不会多拿。你们要是再在这里闹事，我就报警了。”报警？你报啊！三爷爷哭得更凶了。警察还能管得了家务事？今天你们不把钱分了，我就死在你们家门口。我拉了拉方哲的衣角，凑到他耳边小声说：“别跟他们废话，看我的。”我转身走进客厅，从阳台角落拎出那根我珍藏已久的桌子腿，就是上次砸大伯家时掰下来的那根。我掂了掂手里的棍子，走到三爷爷面前，笑眯眯地说：“三爷爷，你想死是吧？行啊，我成全您。您是想让我用棍子敲死您，还是您自己一头撞死在墙上？您放心，您死了之后，我一定给您买最好的棺材，风风光光的把您送走。”我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里的棍子，棍子带着风声，吓得三爷爷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连连后退。你想干什么？我是你长辈。长辈？我冷笑，有你这样为老不尊的长辈吗？为了钱，连脸都不要了。我告诉你，
今天谁敢再往前一步，我手里的棍子可不长眼睛。那群人看着我手里的棍子，又想起我上次把大伯家砸得稀烂的事迹，一个个都不敢动了。三爷也怕了，但还是嘴硬。宋冉冉，你别太嚣张，我们人多，你打不过我们的，是吗？我活动了一下手腕，要不试试？上次我一个人先翻2个小流氓，今天你们10几个，我正好活动筋骨。说着，我举起棍子，做事就要打下去。别！三爷爷吓得转身就跑。我们走，我们还会回来的。一群人跟着他，灰溜溜的跑了。看着他们落荒而逃的背影，婆婆忍不住笑了出来。冉冉，还是你厉害。我把棍子扔回角落，叹了口气，这只是开始，他们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一早，关于我们家的谣言就传遍了整个小区和亲友群。听说了吗？方家老两家那个儿媳妇是个泼妇，为了独吞拆迁款，把三爷爷都打了。可不是吗？他还逼着公婆把钱都交给他，不然就不给他们养老，太恶毒了。听说他以前就是个小混混，打架斗殴什么都干。方哲真是瞎了眼才娶了他。还有啊，他们家那套房子根本就不是他们的，是抢了大伯家的。现在大伯家都快家破人亡了，他们却拿着钱享福。谣言越传越离谱，到最后居然有人说我把三爷爷打成了重伤，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我看着手机里那些不堪入目的消息，气得浑身发抖。方哲按住我的肩膀，安慰道：别生气，清者自清，他们就是想逼我们妥协，我能不生气吗？我把手机摔在沙发上，他们骂我没关系，居然还骂你和爸妈。婆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眼神坚定。冉冉，别理他们，我们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他们造谣。话虽如此，但谣言的杀伤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大。下午，方哲接到了公司领导的电话，领导语气严肃地说：方哲啊，公司里现在有很多关于你的传言，说你老婆是个泼妇，还打老人，影响很不好，你先在家休息几天，等事情平息了再回来上班吧。方哲挂了电话，脸色很难看，我心里更气了。这些人居然跑到方哲的公司去造谣，简直是卑鄙无耻。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我站起身，他们不是喜欢造谣吗？我就让他们知道造谣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拿出手机，开始翻聊天记录和朋友圈，很快我就找到了谣言的源头，是大伯母。她在亲友群里第一个发了那些谣言，还添油加醋地说了很多我们家的坏话。那些被方圆骗了钱的亲友，本来就对我们心存不满，看到大伯母的消息，立刻跟着转发扩散。好啊，上次没把你收拾够是吧？我咬着牙说，这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正准备去找大伯母算账，门铃又响了。开门一看，是居委会的王阿姨。王阿姨一脸为难地说：小宋啊，有人举报你们家虐待老人，还霸占祖产，你看这事儿闹得挺大的，你们能不能跟我去居委会一趟，把事情说清楚？我笑了，王阿姨，您觉得我像是会虐待老人的人吗？那些都是谣言，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王阿姨说，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影响不好，你们还是去一趟吧，把事情解释清楚，大家也就放心了。我想了想，点头说，行，我们去，正好我也想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说清楚。我叫上方哲和婆婆跟着王阿姨去了居委会。居委会的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三爷爷和他的家人坐在一边，大伯母也来了，还有几个被方圆骗了钱的亲友。看到我们进来，三爷爷立刻站起来，指着我们说，王主任，你看他们来了，就是他们霸占祖产还打我。大伯母也跟着附和，就是宋冉冉这个泼妇，心狠手辣，连长辈都打。我们方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娶了这么个儿媳妇。你闭嘴！婆婆厉声喝道。李桂兰，你还有脸说？这些谣言是不是你传出去的？你安的什么心？我安的什么心？大伯母冷笑，我是为了方家好，不能让这个外姓人把我们方家的家产都败光了。够了！王主任拍了拍桌子，都别吵了，今天叫你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让你们吵架的。方建国，你先说，这房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公公站起身，从包里拿出房产证和当年的分家协议，放在桌子上。王主任，这是房产证，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这是当年的分家协议，上面有三叔和所有长辈的签字，这套房子确实是我的。王主任拿起房产证和协议，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看向三爷爷，三叔，这上面确实有你的签字，你还有什么话说？三爷爷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地说，那是他们逼我签的，我当时不懂事，被他们骗了，逼你签的。我冷笑一声，拿出手机，点开一个录音文件，手机里立刻传出三爷爷昨天在我家门口撒泼的声音，那是你们私下写的，不算数，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该大家分，今天你们不把钱分了，我就死在你们家门口。录音放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我看着三爷爷，冷冷地说，三爷爷，您刚才说我们逼您签的协议，那您昨天怎么不说？您只说协议不算数，要平分祖产，还有您说我打了您身上有一点伤吗？要不要现在去医院做检查？如果检查出一点伤，我赔您10万块；如果检查不出来，您就给我道歉，还要赔偿我们的名誉损失。三爷爷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又看向大伯母李桂兰，这些谣言是不是你传出去的？你说我虐待公婆，霸占家产，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是诽谤。我告诉你，我已经找了律师，
如果你再敢造谣，我就去法院告你，让你赔我精神损失费。大伯母吓得脸色发白，结结巴巴地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王主任看着三爷爷和大伯母，严肃地说，三叔李桂兰，你们没有证据就造谣生事，还跑到人家家里闹事，这是不对的。我警告你们，以后不准再找方建国家的麻烦，也不准再传播谣言，否则我们就报警处理。三爷爷和大伯母低着头不敢说话。我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还是太天真了。1周后，我就接到了家族族长方老爷子的电话。方老爷子今年已经80多岁了，是方家辈分最高的人。他在电话里语气严肃地说，冉冉，明天上午9点到祠堂来开家族大会，关于拆迁款的事情，我们必须好好谈谈。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第二天一早，我们一家人准时来到了方家祠堂。祠堂里坐满了人，几乎所有姓方的亲戚都来了。三爷爷和大伯母坐在最前面，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他们肯定以为有族长撑腰，我们一定会妥协。方老爷子坐在主位上，看到我们进来，敲了敲手里的拐杖，人都到齐了，现在开会。他看向公公，建国，你们家拆迁赔了1500万，有这回事吧？公公点头，是的。爷爷，方老爷子说，这房子是方家的祖产，虽然当年分家分给了你，但现在拆迁赔了这么多钱，也不能让你一家独吞。我看这样吧，你拿出500万分给族里的亲戚，剩下的1000万你自己留着，这样大家都满意，也不伤和气。我立刻站起来，爷爷，我不同意。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方老爷子皱着眉，冉冉，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怎么没有？我说我是方家的儿媳妇，这个家的事情我当然有发言权。爷爷，您说这房子是祖产，没错，但当年分家的时候已经明确分给了我公公。这么多年，房子的维修翻新都是我们自己出钱，族里的亲戚没有一个人帮过忙。现在看到拆迁款了，就想来分一杯羹，这合理吗？怎么不合理？三爷爷立刻站起来，我们都是方家的后人，祖产就该有我们一份。好，那我们就来算算账。我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说，当年分家的时候，我公公分到了这套80平的老房子，三爷爷您分到了一套100平的房子，还有5亩地。后来您把房子卖了，在城里买了楼房，您的房子现在也值几百万，怎么不见您拿出来分给大家？三爷爷语塞，我接着说，还有各位亲戚，这么多年，我们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方哲上学交不起学费，我婆婆生病住院，你们有谁帮过我们？现在我们家日子好过了，你们就都来了，张口就要分几百万，你们觉得这公平吗？祠堂里一片寂静，很多亲戚都低下了头，脸上露出了愧疚的神色。我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我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比如谁家有人生病了，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我们肯定会帮忙，但像这样逼着我们分钱，我绝对不会同意。说得好！一个声音突然从人群中传出来，大家回头一看，是远房的堂哥方强。方强站起来，对着大家说，我觉得冉冉说的对，当年我爸生病住院，是建国叔他们家借给我5万块钱，救了我爸的命，他们对我们家有恩，我们不能忘恩负义。三爷爷和大伯母，你们自己想想，这些年你们是怎么对建国叔一家的，现在还好意思来要钱？其他几个受过我们家帮助的亲戚也纷纷点头。是啊，方强说的对，我们不能这么做，要我说，这钱就该归建国叔一家所有，谁也别想抢。三爷爷和大伯母的脸色变得惨白。方老爷子看着大家，叹了口气，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拆迁款归建国一家所有，以后谁也不准再提这件事，也不准再找建国一家的麻烦。谁要是不听，就别认我这个族长，也别再进方家祠堂。三爷爷和大伯母彻底绝望了，他们知道再也没有机会抢到拆迁款了。家族大会结束后，三爷爷和大伯母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们的麻烦，那些跟着起哄的亲戚也都不好意思再露面，偶尔在小区里碰到，他们也会低着头绕着我们走。方哲也回到了公司上班，领导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还专门跟他道了歉，说以后不会再相信那些谣言。我们用拆迁款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大平层，42厅，采光很好。婆婆拿出一部分钱开了一家家常菜馆，她的手艺很好，菜馆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公公每天去菜馆帮忙收钱，招呼客人，脸上总是带着笑容。方哲也升职了，成了部门经理，他还是那么宠我，什么事都听我的。我呢，还是那个10里8乡出了名的小泼妇。不过我现在很少发疯了，因为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一家人了。偶尔我会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想起1年前在大伯家掀桌子的场景。那时候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家人，现在我做到了。方哲从身后搂住我，在我耳边轻声说，在想什么呢？我转过身抱住他，笑着说，在想还好我护住了咱们一家人。方哲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我很庆幸娶到了你。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身上，温暖而美好。我知道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但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